驯兽师雷恩在某一天突然被告知，他被逐出了勇者队伍。驯兽师就是一个与各种各样动物沟通签订契约的职业，虽然不擅长战斗，但是他也在竭尽所能的为小队冒险提供支援，也就是所谓的后勤。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抛弃。裁军裁后勤果然好样的，魔女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他是累赘，无法对敌人造成伤害，最后还得麻烦队友来救。他所做的无非是驾驭动物进行探索和搬运，和废物没什么两样。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非要后勤打伤害。雷恩这才知道，原来队友一直都是这么看他的。被净身出户之后，雷恩和伙伴就此恩断义绝。本以为在旅行期间大家对他的苛刻都是恨铁不成钢，没想到会是真的刁难和不屑。对方从一开始就没把他当成伙伴。现在的雷恩一没装备，二没钱，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。这是一群小孩子过来了，他们勇者的工作是不是结束了？缠着他表演一下那个。于是雷恩手一挥，和空中的老鹰签订了临时契约，给小朋友来了一场宠物表演后又放生。临时契约可以轻松签订，但只能驾驭很短的时间。孩子们都觉得雷恩很厉害，说自己长大后也要当驯兽师。虽然之前每个孩子都有勇者梦，但是在见到真的勇者之后就幻灭了。勇者对他们这些平民一脸嫌弃，只有看到贵族和富豪才笑嘻嘻的。雷恩这才知道，原来勇者的名声这么差，怪不得之前收集物资的时候店家都不愿意卖。果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孩子们说自己以后要当冒险者，然后一夜暴富。童言无忌，却恰好给迷茫的雷恩指了一条路。队友他也能去当冒险者，靠本事吃饭。于是雷恩来到了冒险者公会，前台小姐娜丽塔接待了他。雷恩想要仔细了解一下冒险者这个职业，因为之前勇者看不起冒险者，所以没什么来往。这倒让娜丽塔有些惊讶，因为很多冒险者都没把基础当回事儿。经过仔细讲解后，雷恩注册成为了一名冒险者。得知他的职业是驯兽师后，娜丽塔有些担心。注册成为冒险者需要进行公会的测试，目的是筛选掉能力不足的冒险者。测试内容是讨伐10只哥布林和采集20把草药。因为给冒险者的任务大多都是讨伐魔物和草药采集，所以新人最起码得完成这2个任务才能被公会承认。在小松鼠的帮助下，雷恩轻松找到了哥布林，一顿肉搏成功解决。毕竟就算驯兽师再弱，对付低级的哥布林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而就在这时，森林里突然传出一声尖叫，雷恩跑过去一看，巨大的杀戮虎正准备伤害一名柔弱的少女。即使知道自己没有胜算，雷恩还是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匕首连破防都没破就断成2截。不过雷恩也成功将杀戮虎的注意引向了自己。雷恩大喊着让少女赶紧逃走，没想到少女不仅没走，还突然爆发，一脚踹死了老虎。这真的是个柔弱的少女吗？雷恩这才反应过来，世上存在一些实力超强的种族，人们称之为最强种族，其中一个种族最为稀有，那就是猫灵族。少女在打倒老虎之后突然虚弱的倒下，雷恩一个滑铲把人接在怀里，他还以为少女受伤了，结果人家开口第一句就是饿了。雷恩把自己的口粮拿出来救活了馋猫。在最强种族中也稀有到濒临灭绝的猫灵族，为了弥补无法使用魔法的缺陷而将身体素质进化到极致。少女叫做邹，已经饿了好几天的，还好遇到了雷恩救命。猫灵族人很少，所以一直在深山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，但是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太无聊了，于是跑出来旅行。邹对雷恩很感兴趣，于是雷恩将自己的经历讲给他听。雷恩也觉得很神奇，那段被逐出队友不堪回首的往事，他居然就这么讲给了邹。邹听完之后非常生气，雷恩人那么好，勇者就是个崽种。雷恩倒不是很介意，他也明白自己继续待在队伍里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雷恩摸着邹的脑袋安慰他，虽然刚刚见面，但邹看得出雷恩不是废物，他的实力甚至可以驾驭自己。好家伙，第1集还没结束呢，就光速白给，还真就开局1只猫装备全靠给。驾驭猫灵族这种事雷恩从没想过，不过既然人家都倒贴了，他有什么不乐意的？雷恩决定试一试，他咬破手指，在掌心画出魔法阵，和邹签订契约。随后邹的掌心出现了同样的法阵，两人契约成立。猫娘白给成功，非常开心。雷恩还不忘自己的冒险者测试，他和一只可爱的小兔子签订临时契约，然后请对方召集同伴过来签订契约，指挥他们寻找草药。这对于雷恩是非常平常的事，但亲眼看到这一幕的邹却直接当机。雷恩居然能同时驯服这么多动物，还能下达复杂的指令。正常来说，一个驯兽师只能和1个动物签订契约，雷恩已经在驾驭它了，按理来说应该不能和其他动物签订契约了才对。他试过雷恩很强，但也不至于强到这种离谱的程度吧。结果雷恩却说这种事在他的故乡非常平常，他还以为所有驯兽师都能办到。邹彻底傻眼，一点都不平常好吗？到底谁才是最强种族啊？雷恩的冒险者测试在小动物的帮助下顺利完成，正式成为了 F 级的冒险者。娜塔莉将冒险者资格证和任务报酬交给雷恩，雷恩也算是赚到了成为冒险者的第1桶金，但这一点报酬完全不够住旅馆。于是他和邹商量马上接取任务赚钱，然后不出所料的经典炮灰打脸流程就来了。刀疤脸见稀有的猫灵族要追着邹去喝酒调戏，得知雷
恩是驯兽师后更是猖狂嘲笑，猫灵族可是最强种族，这种弱鸡怎么可能驾驭？邹很生气，拽着雷恩要和对方讲道理，那是因为雷恩要比他强得多。刀疤脸听完乐了，既然雷恩比他强，那他们就比一比掰手腕吧。而赌注就是邹，恶霸了，但没完全恶霸。为了不让对方继续纠缠邹，雷恩答应了下来。小弱鸡和壮汉比掰手腕，雷恩以为自己输定了，结果下一秒他就轻松掰倒了壮汉，甚至把桌子砸出了大坑。雷恩就这样莫名其妙赢得了比赛。娜塔莉听到动静过来一看，一桌子掀飞的刀疤脸向雷恩道歉。这个人在公会闹事也不是一天两天的。恭喜完雷恩之后，就扛着刀疤离开。原来驯兽师只要和最强种族签订契约，他的身体素质也会得到相应的强化，也就是雷恩现在的身体素质和邹差不多，已经是个能大力出奇迹的壮汉了。雷恩并不知道这件事，在明知自己不敌的情况下，仍旧要保护他，这让邹非常开心，于是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工作。他们以为的冒险者工作，圣剑、公主、巨龙，实际上的冒险者工作，采草药。毕竟雷恩现在只是最低等的 F， 冒险者就是靠这种平常的委托积累经验的。邹努力拔草，结果贡献的还没临时契约的兔兔多，惨遭兔兔嘲讽，气得拔毛。任务完成后，雷恩准备回工会交差，邹听到了远方传来的怒吼和惨叫声，跑过去一看，原来是强盗团漆黑獠牙正在打劫过路的商人。这是一个规模超过100人的大型盗贼团，心狠手辣，作恶多端。老头雇佣的冒险者在听到他们的名号之后落荒而逃，眼看老头遭遇危险，雷恩和邹二话不说冲出去救人。邹保护老头，雷恩负责干掉盗贼团。老实说，邹一开始很担心，雷恩拥有足以颠倒驯兽师常识的才能，而且和他契约的时候获得了强大的力量。他害怕雷恩会因为无法驾驭力量而失控，或者沉迷力量而自取灭亡。但雷恩并没有，他仍旧保持着纯粹的初心。看着奋勇战斗的雷恩，邹心动不已。你完了，你坠入爱河了。雷恩虽然之前力气不大，但也在驯服动物时练就了不错的体术，所以徒手打倒盗贼团轻轻松松。老头感谢两人救命之恩，但又让他们快逃。但是漆黑獠牙非常记仇，过去反抗他们的人们都遇害了。雷恩转了转聪明的小脑瓜，既然这样，那就端他们老窝好了。老头傻眼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到底在说些什么？说干就干。雷恩在小松鼠的帮助下找到了漆黑獠牙的老巢，再次什么忙都没帮上的邹捶地无能狂怒，明明他才是雷恩的使魔，结果作用还没松鼠大。紧接着雷恩又召唤了一只阿尔丰，他的能力再次刷新了邹的三观，他居然连昆虫都能驾驭。御虫师是驯兽师的一个分支，他在故乡接受过一段时间的训练。雷恩打算用阿尔丰的麻痹毒素让盗贼团无法动弹，让邹去城里找冒险者和骑士团帮忙。阿尔丰召唤来了伙伴，在雷恩的指挥下攻入盗贼老巢。雷恩这边邂逅猫耳少女，开启新生活，而丢掉金牌辅助的勇者队伍却被盗贼团追得疯狂逃窜。原来抛弃老头独自逃跑的冒险者就是他们。魔女和圣女生气地质问新招聘的驯兽师，不在前排战斗也就算了，探查周围环境居然只用一只松鼠，为什么不一次性驯服20多只？驯兽师只觉得他们疯了，正常的驯兽师一次只能契约1只动物，同时驾驭多只，神经会不堪重负收回的。魔女认为驯兽师是骗子，毕竟连那种废物都能若无其事地驾驭10几种动物，还用魔法威胁驯兽师不许把他们失败的事说出去。即使察觉到了不对，他也不相信废物雷恩比别人厉害。雷恩放得了整只盗贼团，邹也带着冒险者赶到收拾残局，因为骑士团是不屑处理这种小喽啰的。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解决了，没想到盗贼团居然在老巢养了3只蜥蜴王，蜥蜴王失控冲出，被雷恩和邹混合双打轻松解决，并受到了冒险者的热烈欢迎。雷恩很开心，他这个被当作废物赶出勇者小队的人也能获得别人的认可。和最强种族无关，只要邹在他的身边，他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。